究竟发生了什么？日本选手竟朝中国观众拍屁股叫嚣，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击败了中国选手，所以才敢对台下的中国观众大不敬。有一次还当众扇中国选手耳光，他的嚣张还远不止于此。注意看，日本选手竖中指挑衅手臂被掰断的对手，还向观众展示对手痛不欲生的神态，杀人诛心也莫过于此。赛后采访中更是直接点名羞辱中国选手，你们中国人就是不自量力，明知道打不过我还要来挑战我，最后被我击败之后还哭哭啼啼。面对你们中国选手，我的拳头总是不受控制打过去。还有就是，你们的中国功夫只是和老人和小孩玩耍，根本没有任何实战能力。到了擂台上也就只有挨打的份。其实我也不想打中国人，但他们长得实在是太欠揍了，我的拳头总会不受控制打上去，他们打不过我，就只会无能狂怒，那个气急败坏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笑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暗喻中国人是无能的猪。无论是在自由搏击的擂台还是 MMA 的擂台，中国选手就只有挨揍。为何日本选手如此藐视中国人？那是因为他的实力确实很强，曾在日本获得柔术四冠王的称号。不管是国际名将还是世界冠军，只要遇到他，不是被掰断胳膊就是被打断腿。青木真也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是处于巅峰时期。殊不知，他的嚣张行为已经惹得众多选手不满，青木真也将会为他的嚣张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格斗天才李胜龙登上了擂台，年仅20岁的李胜龙就获得了冠军金腰带的挑战权。这个小伙可不一般，他的家庭成员每一位都是世界冠军，2位姐姐和父母都是纵横拳坛多年的拳坛老将。遇到李胜龙，也算是青木真也出门没看黄历遇到了一个硬茬。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短裤，而对面现在青木穿的是黑色的短裤，相信两个人之间的较。李胜龙是综合格斗出身，然而青木真也则是柔术出身，所以俩人没有过多的战力对拼，直接就来到了内围对抗。李胜龙一个失误被青木真也带入到了地面缠斗，即便是李胜龙失误，青木真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李胜龙做出很多有效动作。到地面，青木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没有一次让比赛进入到第2回合连续的速胜。过去4场首回合的比赛，我们看到比赛带入到地面了。青木进入到地面之后呢，看看有没有机会转到侧向压制，在半防守当中，又或者说是直接进入到提秤位。青木真也是一位阴险狡诈之徒，36岁的他在擂台上作恶多端，已经不知道掰断了多少个胳膊和大腿。面对比自己小16岁的李胜龙，青木真也根本就没把李胜龙放在眼里。反观李胜龙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就算被青木真也压在了地面上，那也可以做出相应的限制动作。原围城中间，是因为在这样呢，在场边确实很难发挥啊，在擂台边啊。现场呢，我们的裁判团队都在现场，准备随时保护可能摔出围绳的选手。对，青木在过去的比赛当中，不管说是手三脚还是裸脚，李胜龙通过顽强的意志力重新回到了战里，结果青木真也依然是不依不饶进行纠缠，看来是不想给李胜龙挣脱束缚的机会。反观李胜龙还在顽强抵抗，尽量不将比赛节奏拖至地面缠斗。不过青木真也可是日本的柔术4冠王，地面缠斗也好，内围对抗也罢，青木真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其实也正常嘛，因为李胜龙毕竟是升级上来的啊，升重上来。好，我们看到现在的话，似乎已经进入到提秤位了。进入提秤位，这个位置对青木非常的有利，看他这能不能下得了这个手了啊！现在李胜龙在努力的保护住自己的头部，这个提秤位做得非常的深，这一瞬间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能够挣脱出来。现在李胜龙非常需要小心自己的右手手臂，同时的话还在做下砸肘。我们知道这个砸肘很有可能直接让对方无奈被压制的李胜龙只能做出防守，暂时无法对青木真也实施进攻。俩人相差了足足16岁，青木真也明摆着就是在欺负小孩子。出身于武术世家的李胜龙身手还是不错的，试图通过矫健的身法来挣脱青木真也的束缚。李胜龙尝试在勾住了绳边，尝试在做起桥，但是起桥呢，由于这个位置对于青木来说，如果给到他这个位置很难再出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做逆身十字弓，十字弓，机会！哇！李胜龙
还要坚持吗？还要坚持，李胜龙还挣脱过程中，李胜龙险些被青木真也掰断手臂，最终李胜龙凭借顽强的意志力生存了下来。然而青木真也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对李胜龙的压制，不愧是一位纵横拳坛多年的柔术老将，在地面缠斗期间，李胜龙几乎占不到任何优势，甚至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换防。刚刚这一下，不仅我的手都捏着一把汗呐。是。现在依然是青木站在有利的位置上面。第一回合还剩下1分16秒钟的时间，足以给到青木再一次做出降服的把位。现场的新加坡观众呢，在给李胜龙加油。现在李胜龙更多的还是用自己的精力去控制住青木真也，他的上肢不让他做一些击打，又或者说是降服的机会。又进入提称位了，提称位裁判见俩人即将摔出擂台，索性直接把俩人拉到擂台中央。这样的话，李胜龙就得到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反观青木真也的大势已去，即便是拿到了李胜龙的压制位又如何？又无法对李胜龙做出有效进攻，只能压制李胜龙，并无法取得太过庞大的优势链。我们看还在试图通过起桥来破坏青木的平衡。对，打砸机。李胜龙尽管他核心力量可能很年轻，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起桥就是没有办法把老道的青木给掀起来。是，你青木这个位置确实太深了啊。是，还是在通过砸肘和砸拳破坏李胜龙的防守。哇，又要做，这下丢了，这个把位丢了。好的，来看一下，现在青木干脆不起身了，因为他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几秒钟。李胜龙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完成蜕变，不仅挣脱了青木真也的束缚，同时也摸清楚了青木真也的战术打法以及作战套路。本来36岁的青木真也就看不起20岁的李胜龙，经过第一回合的试探，青木真也更不看起李胜龙。殊不知，青木真也的危险已经悄悄来临，然后李胜龙将会给大家上演一个什么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接近于降服的动作，好在最后由于这次的腿部的扣没有能够搭紧，让对方能够成功逃脱出来。其次的话，青木会有这样的微笑，更多还是因为说，首先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是处于实力更加有优势的那一方，所以他保持着更多的自信。同时的话，对方和自己都是来自同样一个拳馆，而且两人之间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没有必要有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和心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到了第二回合，青木还会不会再留给李胜龙机会？第二回合开始了，第一回合陷入劣势的李胜龙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保持十足的警惕心来与青木真也对抗。柔术冠军必然是要把比赛拉至地面缠斗，结果李胜龙成功防住了青木真也的抱摔。从这一刻开始，李胜龙成为了青木真也真正的对手。最终，李胜龙还是没有逃脱，进入到内围对抗。双方在身边控制着对方。各抢到一边腋下。好的，做一次膝撞的尝试。刚才的这一击后手，综合格斗出身的李胜龙实力非常全面，不管是在站立对拼还是在地面缠斗，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权。话音刚落，李胜龙就打出了震惊所有人的冷拳，一套接一套的组合拳法瞬间把青木真也的防守瓦解。结果青木真也没有顶住李胜龙的进攻，裁判终止了比赛。冷门出现了！天哪！冷门之夜啊！我的天哪！冷拳在上一个回合，李胜龙几乎是要被对手降服的情况下，台下的姐姐看到这一幕也是激动的哭了起来。别看眼前这个女人样貌平平，其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就连宫艳丽严小南见到了她，都要给她3分薄面。在李胜龙的角落，他通过连续的击打迫使裁判终止了比赛。我们看到这个角度能够看到青木真也的表情，他想：我的天哪，小老弟，你居然真的能够 KO 我！太不服气了啊！青木非常不服气。不服气的青木真也当即就给了李胜龙2记耳光。身为小辈的李胜龙并没有计较，毕竟青木真也已经36岁，打场比赛非常不容易。既然李胜龙抢走了青木真也的金腰带，那么李胜龙就应该格局打开，不仅微笑面对青木真也，而且还要安慰青木真也。
看一下，漂亮，这个直拳漂亮，后手直拳，前手直拳，背后第3下，这下是打空的。但是这个时候青木已经倒地了，连续跟进几下，裁判奥利维克斯蒂直接终止了比赛。我们来看，这是漂亮的直拳，随后再衔接。哇，这记直拳，这记打倒，随后在地面，这一下是迫使裁判终止比赛的理据。哇，对比之下，日本人是多么的嚣张，李胜龙是多么的低调，最终毋庸置疑，李胜龙获得了金腰带。大家感觉李胜龙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李胜龙的硬气。